千年寺院遭遇强拆，和尚被迫和洗浴中心一起营业，出家人维权却被官商联手镇压，方丈住持被打，佛像被砸。然而剧情急速反转，开发商离奇殒命，儿媳和公公对簿公堂，主政官员锒铛入狱。这一切究竟是巧合，还是得罪了神佛，遭到报应？下面让我们来讲讲当年在中国重庆轰动一时的拆庙富商离奇死亡案。本期视频的文案小编呢，就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重庆北碚区的北温泉公园是中国最早的平民公园，是不少老重庆人的童年回忆。爬缙云山、泡北温泉几乎是每个寒假必备的家庭活动2件套。有小峨眉之称的缙云山呢，林木茂密，环境清幽，而比起爬山来泡温泉更具有吸引力。相比现在动辄100-200一张的温泉票原先的北温泉浴场1块钱一张票就可以无限泡汤，全天然的温泉水源源不断地从地下冒出来，温度适中，还散发着特殊的硫磺味，惬意的让人昏昏欲睡。泡得全身舒坦之后再花上1毛钱买上一块酸酸甜甜的山楂糕，你仿佛就拥有了全世界。小朋友当年心心念念的都是泡温泉和山楂糕，对近在咫尺的温泉公园和温泉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只记得里面绿树成荫，建筑和庭院中的假山拱桥颇有江南园林的风格。小桥流水都是通过温泉地热加热过的水，里面游着成群的热带罗非鱼。冬天水上的热气蒸腾起来，整个公园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气当中，宛如仙境一般。偶尔呢，还会有身穿黄衣的僧侣或者居士，用小桶装着鱼食，凭栏喂鱼。那如同水墨画一般的意境是重庆人对于童年、对故乡最美好的记忆之一。没想到2009年春，一篇名为《众妓院包围千年古刹》的帖子在当年流量最大的天涯社区上发表，里面痛斥以博联集团为首的资本开发商勾结政府，不但将属于普通民众的北温泉公园改造成高档会所，提供色情服务，还以投资改建为名，强拆千年古刹，毁坏佛像等历史文物，甚至威胁和殴打拒绝跟他们合作的温泉寺僧人。由于这个标题和内容实在是过于劲爆，帖子在发表后很快点击量超过10万，还被各大网站转载。南都周刊的记者闻风而动，专程前往重庆实地调查采访，果真拍到了戏剧性的一幕。温泉寺的定荣法师站在观音大殿门口，头上扎着依法维权的布条，手持一杆大秤，跟开发商的强拆对峙。面对开到寺门口的推土机、压路机，定荣法师如罗汉附体般，他表示要用手里的这杆秤称一称贪官污吏、为富不仁者的良心，必要的时候愿意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信仰。而在大殿之外不远处，一栋豪华现代的建筑已经初具规模，工人们正在施工。队长介绍说这是博联集团的温泉 SPA 项目接待处。而寺庙大门的另一边，同属博联集团的5星级酒店已经完工了。酒店的财源滚滚和 SPA 的活色生香两面夹击，把温泉寺包围得严严实实。同一时间呢，在北碚的街头到处可见10里温泉城开发项目的巨型海报，里面有一张衣衫半裸的美女泡温泉的照片，也许是那个帖子里头刺眼的妓院一词的由来。那本着兼听则明、客观公正的职业要求，记者又走访了博联集团的项目经理黄文，结果在黄经理那儿，记者听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黄文表示这一切都是和尚们出尔反尔造成的。本来双方都达成了合作协议，集团帮他们修庙和尚给客人念经讲禅。那谁知道这方丈是贪心不足用一堆假古董来恶意阻挠施工进程，搞得投资方是钱出了，现在项目却拖延了，还落下了骂名，两头不是人。那都说出家人不打诳语，这温泉寺是怎么跟开发商搅到一起的呢？事情还要从3年前的招商引资讲起。2006年，一个名叫谭希伟的人做了重庆市副市长，主要就是负责文化旅游。刚一上任就提出了一个宏大的计划，要把重庆东西南北中5处天然温泉全部连到一起，打造一个世界温泉之都。而他下手的第一步就是位于北碚区的北温泉，要以它为中心打造一个10里温泉城。那计划有了，下一步就是找人投资
他选来选去呢，最后挑中了云南博联集团的郝林和刘香云夫妇。这博联集团啊，在之前以开发腾冲和顺古镇而闻名，之后又在云南大理洋东海开发了温泉 SPA， 第2年就被著名旅游杂志评为全球经典小型豪华酒店，也因此成为了国内温泉开发商中的 No.1。重庆的谭副市长啊，一是看上了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二来呢，也是因为博联集团的确是财大气粗，不仅是投资房地产啊，旗下还有商场、茶庄、酒厂等多处物业。其中的博联广场规模堪比王健林的万达广场，业界也有北万达、南博联的说法。而且啊，就跟王健林一样，博联集团呢也是个共同创业的夫妻店。于是谭锡伟便专程前往昆明，3次游说博联的女总裁刘香云。谭市长承诺说，只要博联来开发，重庆市可以给政策，在地皮人力上提供一切便利，其中就包括将北温泉公园在内的上千亩土地以租赁的形式签约给博联集团来进行开发，租期49年。富豪夫妇对这个橄榄枝动了心，经过一番考察之后啊，就和北碚区政府签署了北温泉公园改造协议，投资12亿人民币修建集休闲度假、商务发展、养生保健、旅游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文化区域。但是啊，有着1600年历史的古刹温泉寺的去留，就成为了开发过程中的一大难题。说起这个温泉寺啊，来头也不小。它建立于南北朝，一开始呢香火旺盛，庙宇辉煌，寺内外有无数精美的石雕佛像。不过后来经过了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的2次灭佛，禅院毁坏严重。寺院在明清时期重修，算是恢复了一些人气，但是很快又遭遇了军阀混战、土匪劫掠。原本占地200多亩的寺院，最后只剩下了几间摇摇欲坠的破屋。再后来呢，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出资买下的寺庙周围的土地，建成了温泉公园。他重修温泉寺，给里面的佛像都铸了金身，并立下誓言，只要公园在一天，温泉寺就不会断了香火。只可惜啊，卢老先生的承诺只维持到了他驾鹤西去的那一天。在文革浩劫中，温泉寺再度被毁，重修后啊，人气已经大不如前。之后的几任住持又不愿意像少林寺那样走商业路线。从2000年起呢，温泉寺的香火稀薄，又回到了先前穷和尚破庙的状态。正是有这么一个背景在，所以一开始呢，温泉寺是欢迎博联集团入住的。住持正刚法师觉得，如果能有一个像卢作孚那样的商人出资，帮助修庙渡过难关，也算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于是啊，当博联集团出资请项目相关人员去昆明旅游考察时啊，受到了邀请的正刚法师欣然前往，并且和2位总裁品茶讲经，气氛十分融洽。根据当时一位陪同前往的人士回忆，正刚法师和刘香云在饭桌上谈笑风生，还挥笔写下了佛教文化静心，洗浴文化净身。在考察结束时呢，温泉寺和博联集团就签署了一个相互衬托、和睦相处的协议，同意配合将温泉与佛禅文化嫁接，让寺院文化和沐浴文化和谐共融。不过后来啊，正刚法师说，之所以愿意和开发商合作，一来是因为他们觉得刘香云、郝林夫妇对佛学有所研究，颇有慧根，但更重要的是，温泉寺当时已经穷得连庙都快倒了，迫切的需要资金援助。说白了就是在金主爸爸面前，佛祖也不得不低头啊。可是就在真正开工之后，正刚法师很快就发现，他跟博联集团总裁那2口子根本念的就不是同一本经。首先就是博联集团提出修庙可以啊，但是必须把寺庙一并交给集团进行统一化管理，把僧人纳做公司的一员，接受培训，给开工资。用项目经理黄文的话来说呢，我们觉得寺庙也是可以经营的，希望寺庙的高僧能够和我们合作，不仅让来洗浴的客人听到佛乐，还能让他们听你们说法讲禅。可这话呀，在正刚法师耳朵里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啥？要把我们收编成洗浴城的员工，服务客人还给你拉流量，那你咋不直接喊师傅们快出来接客了呢？于是啊，他坚决不同意这个所谓的统一管理，哪怕是后来刘香云提出以100万元一次性接管寺院，也遭到了拒绝。可在刘香云眼里啊，正刚大师这就是抱残守缺，不识时务了呀。一辈子当个穷和尚，倒也是你的自由，你的追求。可是呢，在5星级豪华酒店、高级 SPA 会所之间，夹着这么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庙，怎么看怎么都觉着别扭。
于是他找到了重庆市民族及宗教委员会的负责人，希望用政府施压的方式得到温泉寺的管理权。结果呢，那位副主任专门约谈了正刚法师，还举出了距离温泉寺只有10多公里的少龙道观为例子，说那儿的主持李一道长不仅是开放道观作为旅游景点，而且呢还开办了道家酒、道家宴等特色的饮食项目，每天还有号称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道家绝技表演，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看人家那香火旺的，太上老君看了都眼馋。言下之意就是人家道士都能下海经商赚大钱，你和尚为啥就不能呢？没想到不提这少龙观还好，一提到他，正刚法师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想当年抗日战争时期，重庆遭遇轰炸，道观被毁，是温泉寺打开大门，收留了少龙观的一众道士，还给后世留下了僧道共烧一炷香的佳话。谁知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个道士们却玩起了人体通电诊病、水下生存2小时一类旁门左道、骗钱敛财的招数，还想劝说我们佛门跟他同流合污，简直是门都没有。面对这样一个油盐不进的倔和尚，副主任铩羽而归。之后呢，博联集团又尝试让重庆市佛教协会出面，结果被罗汉寺、南山寺等多名寺庙主持联手写信拦下。在这些大和尚们的强烈要求下，北碚区政府终于下发了一纸文件，叫停了这个洗浴中心收购和尚庙的闹剧，并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方式承包、兼并、收购或者一体化管理温泉寺。按理说政府都出面了，这事就应该消停了呀。没想到的是，仅仅隔了2周，博联集团的施工队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来膈应大和尚们，要修一条连通酒店和 SPA 的消防通道，而这条路呢，刚好就要贯通整个温泉寺。这自然又遭到了正刚法师的反对啊。他觉得让一群穿着泳装的男男女女坐着连门都没有的电瓶车，每天在寺庙里头来去穿行，简直是有辱斯文和佛门清净啊。可是呢，博联方面却搬出了消防法为依据，表示公园里大部分的道路又陡又窄，车辆不便通行，只有禅院这一条路拓宽后可以行驶消防车，你不同意就是违法行为。于是一场针对温泉寺的强拆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2007年年底，不顾正刚法师的强烈反对，这个消防通道就开始动工修建。而在施工的过程中呢，寺中的大佛殿被车辆2次撞击，西北角的柱子被撞歪，直接把这个古建筑给弄成了个不能进人的危房。大佛殿后面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滴水岩浮雕也被来往的大型车辆直接碾碎。同样毁于一旦的还有寺里的宗教环境。在施工开始后呢，工程方以闲杂人等进入会造成安全隐患为由，就彻底关闭了寺院大门。每月仅初1和15 2天开放，让信众前往上香。这样本来就冷清的温泉寺更是门可罗雀。后来就连寺院里头的一些僧人也不堪这样嘈杂的施工环境，转往其他寺院继续修行。到最后寺里头除了正刚法师，就只有他的大弟子定荣法师还在苦苦支撑。定荣法师呢，曾经是一名警察，4年前出家为僧。比起师傅他不仅性格更加刚烈，而且也更懂得用法律和舆论来进行维权。2年多来，他不仅上书各级部门，举报揭发博联集团强拆寺庙、破坏文物，还开通了个人博客，上传有关温泉寺被毁的图片。有人猜测那位在天涯论坛上发帖的网友其实就是定荣法师本人，不过后来呢被他所否认了。可就是在这场大战愈演愈烈之际，突然出现了一个反转。博联集团举报温泉寺的正刚法师非法毁林占地，并且还给出了具体的数据，说他一共砍了24棵树、36根竹子，占用林地600多平方米，用来修建违章建筑。不仅如此博联集团还找来了一个名叫张桂元的石刻匠人，作证说那些所谓的被毁文物其实是自己和其他石匠在1979年被北温泉公园请来雕刻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古代文物，也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说白了就是你以为是商周的，其实是上周的。而正刚和定荣这俩和尚呢，之所以要把这些假古董说成是真的，纯粹就是想要转移舆论视线，掩盖他们在缙云山乱砍滥伐的罪行。此话一出正刚法师直接被气到卧病在床，而弟子定荣呢，则出面解释说，所谓的盗砍林木，其实是因为山体滑坡，严重危及到庙里一个汉藏教理学院这么一个历史建筑，
多次向各部门反映情况都没能解决，所以呢，才由寺里的僧人和附近的信众自己动手砍树修建排洪通道。而博联集团说的这个违章建筑啊，是他们在经过抢救之后呢，重新设计建造的藏经阁。那些他们口中的假文物，其实是石匠根据院方提供的罗汉像的照片进行的恢复。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该划为修复和复制文物，依然是有保存价值的。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些佛像是20年前才刻的，那也是寺里的财产啊，你开发商怎么能说毁就毁呢？可是这次啊，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一直在两边和稀泥的政府却站到了开发商那一边。北碚区房管局宣布，根据这个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寺院对其土地房屋并不享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和管理权。所以呢，这温泉寺既不是和尚的，也不是开发商的，归根结底是政府的。于是大笔一挥，宣布温泉寺必须纳入之前提到的北温泉公园改造协议。那栋他们自己修的藏经阁被判定为违章建筑，将被依法拆除。在这份强拆文件上签字的是后来在网络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呢就是北碚区区长兼区委书记雷正富。如果您不知道这个人啊，没关系，咱们之后还会提到。这么一来，就出现了视频开头定荣法师头缠白布，手拿大秤，在庙前悲壮护法的一幕。而见到了他肉身逼停推土机的情形啊，很多周围的民众也加入其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是佛教徒，但是也对博联集团的开发强烈不满。主要原因就是原来只需要几块钱、10几块钱就能无限畅泡的温泉浴场，在被博联集团征用改造成高端温泉会所之后啊，变成最低收费348，还只能泡2小时了。而位于公园内的精品酒店，最普通的房型都要3、4千一晚，最高档的江景2房泳池别墅要价则高达6万多一晚，硬生生的是把泡温泉变成了泡钱啊！于是呢，他们在温泉寺外自发组成了人墙，不仅是对抗强拆的队伍，也把过来要以寻衅滋事抓人的警察给挡在了外面，一时间是群情激昂啊！定荣法师也在自己的博客上宣布，他已经向政府提交了游行示威的申请，希望大家都能加入，保住温泉寺。可是啊，在财大气粗的博联集团的撤资威胁下，不管是定荣和正刚2位法师的力量，还是群众的呼声，都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2009年4月21日上午，也就是提出游行申请的第6天，定荣给跟踪报道此事的南都记者去了电话，说自己在寺内遭到了前来谈判的资方以及重庆市民族宗教委员会于伯言一行3人的殴打，并且出示了一份重庆市第9人民医院的伤情报告，上面显示他右腰软组织受伤，双前臂多处抓痕，右肾挫伤。而当记者找到于科长求证时呢，对方却说是和尚先动的手，自己也被踢了一脚，踢到腹部，也受伤住院了。这场历时3年多和尚对抗开发商的事件，就这样在双方大打出手后终于告一段落。定荣法师在网上被禁言，博客被全部清空，正刚法师也不知所终。温泉寺最后被政府接管，经过了一番彻底翻修后，成为了十里温泉城一个供游客打卡的景点。里面的僧人被彻底换成了外来和尚，撞钟诵经成为了日常的表演项目。神党杀神，佛党杀佛，那博联集团的总裁刘香云和郝林夫妇也赚的是盆满钵满，并且计划将商业版图扩展到欧洲。可是俗话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正当博联集团的发展如日中天之时，厄运却突然降临。2013年，郝林、刘香云前往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地波尔多进行商务考察，很快便看中了一个名为大和酒庄的100年庄园。那个时候啊，中国富豪们就流行扎堆去法国买酒庄，像马云、黄晓明、史玉柱啊、赵薇啊，都是摇身一变成了酒庄庄主。可是呢，他们买的那些啊，比起郝林夫妇看上的这大和酒庄，还是差些规模和传奇呢。这个大和酒庄呢，不仅估值高达3000万欧，而且酒庄里头还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说这块土地最开始是这个查理曼帝国的城堡，因为杀了太多不愿意归顺的当地人，就遭到了诅咒。每一个庄园的主人都是生是这儿的人，死也得是这儿的鬼，一旦想要转手啊，便会遭遇不幸。根据大和酒庄自己在网站上给出的信息呢，早几代的庄园主都是勤勤恳恳地经营了一辈子，
而到了第4代 Jean Leponge 这儿呢，因为经营不善，所以在02年的时候想要把这庄园给转手，结果这转让合同还没谈妥呢，他就死于一场坠机意外。他的家人在第2年把这酒庄卖给了 James Grégoire， 也就是跟郝林和刘湘云谈收购的这一代的主人。也不知道是夫妇2人没听过这个传说呢，还是根本就不在意。要知道他们可是连佛像都敢砸，和尚都敢打的狠人，还怕你区一个鬼佬的诅咒吗？而且就算是有报应，也应该是报应在前任主人头上，那有啥好担心的？于是啊，他们就计划把酒庄买下，在上面盖酒店、开餐馆、搞旅游，那就是要在法国复制一个10里温泉城的模式。2013年12月20日，郝林和刘湘云带着12岁的儿子一起在大和酒庄内签订了收购协议。之后不仅召开了记者会，还和酒庄原主人夫妇一起在城堡前合影庆祝交易成功。随后啊，这位原酒庄的主人就邀请郝林夫妇一起乘他的私人直升飞机，从空中啊欣赏整个庄园的全貌。结果在登基的前一刻，刘湘云也不知道是不是突然第六感了，以恐高症发作为由，死活就不愿意同行。最后呢，只好由老公郝林和儿子一起和原主人上去。结果在升空后不到半小时啊，这直升机突然失联，随后在庄园外的一处小河边，有人目击了一架直升机失控坠毁。收到报警后，警方立即前往出事地点展开搜救。当天晚些时候，警方发言人非常遗憾地宣布，已经寻获了3名遇难者的遗体，其中包括1名青少年，后来被证实是刘湘云和郝林的儿子。另外2位呢，是飞行员和前庄主。那奇怪的是，郝林却不知所踪了。在之后的时间里，刘湘云花费巨资请来了多家当地的搜救队搜寻老公的下落，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生还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直到2个月后，才有人在距离坠机地点40多公里外的多尔多涅河岸边发现了一具被冲刷上岸、被鱼类啃食得面目全非的男性尸体。经过 DNA 的比对啊，最后证明正是失踪了2个多月的郝林。警方之后也公布了事故调查原因，系飞行员操作失误、飞行高度过低所引起。不过当地人始终觉得这就是那个古老的庄园诅咒在作祟，前庄主卖掉了酒庄就遭到了惩罚，而郝林和儿子不幸是刚好在同一架直升机上而已。这件事情传到了中国，更多人相信这是郝林夫妇3年前强拆温泉寺、捣毁佛像、殴打僧人所得来的报应，而那个倒霉的前庄主才是顺道赔上了一条命的人。不管是西方的鬼还是东方的佛，总有一个要弄死他们家就对了。根据我们 M2 的一个独家消息来源啊，在找到丈夫和儿子的遗体后，刘湘云就专程去到重庆，找到了曾经那位温泉寺住持郑刚大师，对当年发生的事情诚心悔过，请求大师为亡夫和儿子超度。面对他的苦苦哀求，大师不计前嫌，在离开3年多后，又回到了已经被修缮一新的温泉寺，以装修为名，谢绝香客，闭门3天，带领众僧为郝林父子超度。仪式完成之后，郑刚法师对刘湘云留下一句：善恶有报，因果轮回，希望你能以此为戒，善待他人，尊重佛法。事了啊，大师拂衣去，再也没有踏入温泉寺一步。然而呢，即使刘湘云求来了佛门的原谅，也没能躲过之后的官司缠身。在丈夫和儿子遇难后啊，她全权接手了博联集团，没想到却引来了郝林父亲90岁高龄的郝老爷子的不满。他认为自己所得到的遗产分配不公，于是和前儿媳产生了经济纠纷。原因啊，就出在郝林父子2人的死亡证明上。前面咱们提到过，儿子的遗体是坠机当天被发现的，而郝林呢，则是过了2个多月才被打捞上岸的。因此这2个人的死亡证明的出具日期就这么相隔了2个多月。那按照中国继承法规定，如果说父子2人是同时发生的意外事故身亡，那么会默认长辈先死，而这个先死后死啊，将会直接影响到之后的遗产分配。怎么回事呢？以本案为例吧，如果说郝林在坠机的当场死亡了，那么他的遗产将会由儿子、老婆以及父亲郝老爷子3人平分。因为儿子也死了，所以老婆刘湘云会作为儿子的唯一继承人，得到他名下的那一份，相当于是刘湘云得了2/3，郝老爷子得1/3。
可由于法国方面出具的郝林死亡的证明日期呢是2个多月后发现尸体的那一天，因此郝老爷子就认为儿子很可能是在坠机后还活了一阵子。这样一来，先去世的孙子就拿不到遗产了，所有的财产将会由自己和儿媳平分。可能在平常人家这1/2和2/3的区别不大，但是这相差的1/6，乘数可是整整的200个亿人民币啊！尽管刘湘云曾经提出要补偿给公公数千万元进行调解，但是却被郝老爷子所拒绝，表示这不单单是钱的问题，而是儿媳在分配上没能做到合情、合理、合法，所以一定要打官司争这口气。翁媳双方都先后聘请了广东、北京、上海等业内知名的律师，前后谈判了2年多，依然没能达成一致。最终在2017年4月，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经过了长达2个月的审理，最终法庭判决郝老爷子败诉，对他提出的继承博联集团25%的股权要求进行了驳回。理由呢是博联集团是由博联国际有限公司、红星投资集团和这个昆明景云商贸公司这3家公司的法人联合持股的，并没有一个自然人的股东。那郝林既然不是股东，郝老爷子也根本就无法继承儿子的股权。忙活了半天他跟儿媳打破头争的公司，从法律上来讲根本就不是他儿子的，可谓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那说完了博联集团2个老总的遭遇，下面再来说说温泉寺强拆事件有关的几个官员的结局吧。先是那个一开始就主动求着博联集团入驻北温泉的重庆市副市长谭希伟，他在成功打造了这个10里温泉城的项目之后，一路是官运亨通，做到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不过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后，他多年来的受贿行为也浮出了水面。2016年1月，法庭认定他直接或间接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3万，最终被判入狱12年。而那个亲笔签字强拆温泉寺的北碚区区长雷正富，则在锒铛入狱前还经历了一番社死。2012年11月20日，新浪微博上就开始疯传一些不雅视频的截图和举报材料，里面声称呢，男主角就是雷正富，他不仅长期包养二奶，收受开发商的钱财，而且还非常热衷于接受性贿赂。雷正富呢，第一时间出面否认了，说里边那个人不是他，并且扬言要追究爆料人的法律责任。结果他不出面还好，这一露脸吧，网友们纷纷惊呼：你还好意思说那人不是你？这秃头肥脸大肚腩、鲶鱼精转世的长相，是吧？全中国都找不出第2个吧。更加雷人的是呢，后来很快网上就出现了这不雅视频的完整版。只见雷正富和一年轻女子在床上对抗12秒以后，光速缴械投降。于是雷12秒的绰号传遍全网啊！网友们纷纷表示，那些行贿的人送错了，应该多给雷区长送点印度神油。而这段视频的来源也同样是天雷滚滚啊！一位建筑商通过雷正富的弟弟牵线认识了雷区长，送了不少钱。可是雷区长呢，却跟个貔貅一样，一个工程也不给人家。于是这人就找到了一个名叫赵红霞的女子，以公司业务员的身份接近雷正富，并且很快2个人就发生了关系。2008年2月7日，赵红霞按照老板的要求，用藏在皮包里的这个针孔摄像头拍下了2人开房运动的全过程。随后呢，开发商便以此视频为要挟，不仅从雷正富手里头拿到了几千万的大工程，还随手敲诈了他300万封口费。只能说那12秒真是诠释了什么叫做春宵一刻值千金啊！雷正富倒台后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赵红霞和他背后的开发商肖烨，结果发现他们的电脑硬盘里头装着几个 G 的视频呢。除了雷正富之外，还有不同级别的党政干部、国有企业领导都是里面的男主角，尺度之大，丑态百出，叹为观止。而且赵红霞2人还从其他人手里头敲诈了200万，这也导致了他们最后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入狱。总共有21个官员因为这起事件而受到处理，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雷正富以受贿罪被判了有期徒刑13年，而赵红霞呢，也被网友们夸赞为用身体反腐的女侠呀。时至今日，都有很多人认为，不管是郝林父子的空难、刘湘云的官司缠身，还是重庆大批官员落马入狱，都跟他们当年强拆温泉寺有关。
报应是虽迟但到，算是给温泉寺的僧人以及那些失去了平价温泉浴场的北碚市民们出了一口恶气。不过与其说是神佛出手，不如说是这些人被自己的欲望所害。不管是贪欲、色欲还是权力欲，一旦放任它不断扩张，变成一头凶猛失控的猛兽，那么付出代价就是个时间问题而已。最后让我们用温泉寺方丈禅房门前的一副对联来作为今天故事的结尾。你可知此生不能久在，何苦急急忙忙干些歹事？我却晓前生皆已注定，只得清清白白做个好人。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下期再见。